Hello， 今天呢是一个聊天局，主要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就很多小伙伴都想知道，就我到底是怎么开始入行做模特的，以及就是我的一些方法吧，可以给想做平面模特的姐妹们一个参考，希望可以啊，希望可以。我最开始呢会产生想要做模特这个想法，是在我17、18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在路上走啊走走，这时候就有一个星探那种人，就那时候北京街头有很多这种星探，就来跟你说啊，小姑娘，我觉得你长得很好看，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做模特啊？其实这种公司呢，它就是跟你谈好了，就各种说你有潜力呀什么的，然后让你交钱，然后从而他其实来赚你这个钱。所以呢，就首先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有任何的公司或者人跟你说啊，我觉得你可以做模特、做艺人、做明星，但是首先你要先交钱，我觉得这个80%都是假的，这个很大一部分程度都是这个公司其实他是想要靠此来骗人，然后来赚钱。反正我当时也被骗了，就交了好像一点钱，我记得当时其实还挺贵的，是100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很小嘛，但是我好像一个赚钱的工作都没有从那家公司接到。后来我是怎么开始做平面模特的呢？其实也是通过熟人，就是我当时发小的男朋友的发小，他那时候真的可以说是做的很好的平面模特，拍了很多大品牌的广告，在广告圈很有名，再加上他还拍了何老师的 MTV。 我就去问他嘛，他就说啊，你是想要进这一行吗？你是想要拍广告吗？他说那你其实签那个公司都是骗钱的。他说这样吧，你把你的资料发给我一份，然后我去发给那种广告经纪人，他如果有合适的活动，他们就直接会找你接了。所以呢，首先就是如果你想做模特，你一定要有一些拿得出手的照片给别人看，就是作为一个敲门砖。后来我就把这些资料发给那个人了，我记得当时那个人真的帮我就接到了第一个平面广告，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平面广告，是动感地带的灯箱广告，而且当时就是全北京的地铁站、马路上的公交车站，包括北京晚报，全部都是我的那个广告，就是我家里人什么还要把那个广告就保存下来。但是那一个广告其实我才拿了600块钱人民币，就被中间肯定是黑掉很多钱了。但是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的拍广告，而且就是拍了一个很大的广告。在那之后呢，因为我已经拍过了一个很厉害的广告，等于我是有经验的选手了，后面接广告就越来越容易了。我也开始慢慢拍一些杂志，但是杂志其实真的给钱非常的少，那时候只给就是300块钱，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他不给钱，就给你一些护肤品啊什么的。但是因为那些美妆杂志是每个小姑娘都想上的，当时就是我也有去拍。后来慢慢的时候我就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并没有特别稳定的模特工作，因为我也是当时拍了一些杂志，我就反而去杂志社做编辑了。做了一段时间呢，我又觉得编辑的收入真的是太少了。那时候刚好淘宝正慢慢的兴起了，大家都开始网购，多数的店铺其实还是就是摆拍平铺图，但是有一些新潮且有眼光的店主，当时呢他们就已经开始请模特，就像拍杂志那样上身拍模特照了。当时就在网上看，然后我就在想，哎，有的很多那种模特好像还不如我嘛，就是过于自私了，过于自私。我就想说，要不然我主动出击一下，因为我之前毕竟拍了很多广告啊，是比起一般的平面模特，其实我是有优势的嘛，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资料准备好。当时而且我很机智，我因为在北京嘛，所以我就找北京的店铺。当时呢，我就找那种信用度最高的几皇冠这种店，我就觉得他们首先他们有实力可以请到模特，其次呢，我就看他们的模特，扪心自问，他们比较好还是我比较好？如果我觉得我可以战胜这个模特，会给那个客服直接留言，就主动出击，我就说你们要不要找模特？这是我的资料，你们可以让你们的店主看一看。后来我大概经过的筛选，符合我的要求的店铺也不是特别多，可能就那么几家吧，我就都发过去了。结果
就是命中率特别的高，当时就有2家马上来找我拍了。后来我拍了一段时间，就被当时北京最大的一家网店签约了，而且他当时价格是特别高的，我还记得他那时候给我150块钱一套衣服，那个时代哦，真的是已经是很贵很贵了，而且是他有保底的，就是1个月至少拍100套，也就是说我那时候就至少1个月有15000块钱的收入，所以我当时觉得，哎，模特工作似乎可以是一个稳定的工作，那其实我可以先做这份工作，因为也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赚到这么多的钱了，然后我一做就做到了现在。其实当时在跟那家北京的公司签约的时候，他们的合约有 bug， 因为他们跟我签约的时候是在夏天的时候，所以通常一套衣服就指的是连衣裙，然后或者顶多再加一个外套，就是上下一套这样子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他们到冬天的时候拼命的往我身上套衣服，譬如说一件 T 恤，然后外面一个毛衣，然后再穿一个羽绒马甲，然后再穿一个外套，就这样子其实非常的不划算，根本就不像我当时签约的那样子，所以我当时其实觉得有点被骗了。而且我们那时候都是外拍嘛，北京的天气很冷，你想我最里面穿的是 T 恤，我就要在北京那么冷的情况下，最后穿 T 恤在外面外拍，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冻下来很多毛病，譬如说体寒啊，像我现在腰有时候都会疼，所以呢就是经过反正还有一些不愉快啦，我在跟他合约到期之后就没有再续约了。我也想在这里提醒刚刚入行的小姐妹，可能你们年纪比较小，就被骗的几率，被占便宜的几率其实真的挺高的，最好问问周围有经验的模特，或者说自己的父母啊，或者问问身边的经纪人朋友啊，或者年长一点的朋友啊，或者就是找个律师什么的看看也好，就合约签的时候真的要万分的小心。这也是我现在签任何合约都会跟他什么东西都说你都要给我写清楚，都在里面这样。说实话，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做淘宝模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重复性的工作，而且有一些客户的素质不是特别的高，除了拍照的经验之外，其他人生的经验其实是没有什么增长的。当然在这个行业也不是说它是完全的青春饭了，因为现在也需要中老年模特嘛，其实你能一直做下去，你体力可以的话，你也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关于收入呢，那其实不得不说真的不错，因为相较于之前那种广告模特，广告都喜欢用新的面孔嘛，但是网店模特反而是店主喜欢用同一个模特，就是这样他的客户也有这种亲近感，所以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再加上当时我是出了名的爆款模特，就是我之前是有刘海的，可能大部分的你们就如果在某宝上买东西可能都见过我的脸我当时找我拍的商家会特别的多，因为那时候人都喜欢追爆款嘛，他们 copy 款式 copy 模特，所以我的价格永远都最后呢，给想要入这行的姐妹们总结一下：第一，让你交钱的公司千万别信，你做模特是为了赚钱的，他让你花钱，你让他滚。第二呢，就是准备一套拿得出手的模特照、资料照片，这种呢，我建议大家没有的话，找那种也想成为摄影师的实习摄影师，你们两个互帮互助一下。但是一定记得户外拍摄，注意安全啊，千万不要去什么私密空间，比如说人家家里啊、酒店啊这种。如果非要去的话，带上你的好朋友一起。第三，合约不要随便签，签合约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最好找有经验的模特同行或者经纪人或者是律师帮你看一下。好了，最后呢，我想和大家说，模特工作，尤其是网拍模特，其实它并不是人人看到的那么光鲜亮丽，它其实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而且其实很考验你的身材、你的拍照技巧啊这些，而且有的时候要风吹日晒雨淋，特别早起特别晚睡都是有可能的。那最后呢，我还是祝如果想走这条路的，就是还是坚持你的梦想，毕竟真的收入是很好的，可以多存点钱之后做别的事情，那一起努力吧，祝你们成功。那今天的聊天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记得一键3连，我们之后再来聊别的，拜拜。